选2月8号就是高市扫描政治性的一战，他的高人气我们之前都看到，他已经握手握到旧伤来复发。好，就在这个高人气事件之后，没有想到竟然发生一个很离奇的事件。你看到这个画面，这个是高市扫描的核心幕僚，他从高市的官邸出来哦，短短的不到30秒钟就出车祸了。但最怪的是什么？是车上这个司机哦，30秒竟然就可以加速到130，还闯红灯。现在这个画面已经在日本传开了，这好像非常诡异。为什么呢？因为原本当时他们呢是这2个，包括日本成长战略本部的重要的一个内阁的阁员哦，以及他的我们讲幕僚，从原本高市的官邸，对，要去哪里呢？要去到内阁府。结果这个路程哦，其实大概就1分钟而已，你慢慢开也大概1分钟。就没想到从官邸出来之后呢，他突然间哦，在右转之后。直行的大道上，也就是你看到现在这个画面，因为2个官邸的这个幕僚呢是坐在后座，对，前座呢是由他们约的一个外聘的一个司机，没想到这个司机本来限速大概50、60的地方，而且你可以仔细注意到，当时是上下班时间，所以车水马龙，他突然间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劲，油门猛踩，所以他在直线的状况下，突然间速度拉到将近快130，对，但你要想哦，前方是有车子，对，所以他是等于是不断的 S 型，速度一直拉，越拉越快。拉到130，然后你看啊，他原本是从这边走到这边的时候，有没有停下来？没有，他持续往前一直冲，一直到这个特许厅的前面，到这边十字路口的时候，时速130。那时候有红绿灯呢，大概我们讲将近快90秒，对，就他是已经呢隔了我们讲过了60秒，大概剩39秒左右，大概那个前后的时间，也就是红绿灯已经过很久了，对，红灯他直接给他闯过去，闯过去之后，你看哦，正面的他直接他的车头侧撞到一台。白色的厢型车，也就是计程车，然后结果呢，在连带的横向的漂移，撞到另外一台黑色的轿车，所以导致8到9人受伤。因为他们现在测试，对不对？去还原那个车子的黑盒子。日本做事情很快，他发现说，他把方向盘往45度去切，也就是他在最后要撞击之前，他手是有动的，对，他是动很大，然后呢45度，我们讲高速你也知道它会发生什么状况嘛。他整台车就会飞出去嘛，那再来他撞到之后，后来发现说，现在这个驾驶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是重伤，然后后面的2个乘客呢，也就是他的阁员、他的幕僚呢，脚也当然骨折，也是重伤，所以你知道造成很大的一个危害。那就他们现在还在紧密调查说，到底是不是有其他国家因素？为什么？因为讲到很敏感的事情。刚好这个部会它是最新成立的，对，它是呢专门负责什么呢？高市扫描对于未来有一些改革的事项，比如说包括经济成长啊、供应链啊、人工智慧啊、半导体最关键字来了，国防。对，所以代表说这是日本现在为什么要去针对众议院重新改选，重中之重嘛。那刚好最近高市你知道吗？他又要去跟我们讲反对阵营进行辩论，就在这个前夕，本来周末要辩论哦，然后这个前夕这么重要的时刻，民调一直在往上的时候，发生这个意外，诡异的车祸。对啊，对，你现在刚好在选举的时刻嘛，所以大家不禁都会把这件事情想到说很复杂。因为来你看这是最新的一个民调，他们做出来说，包括自民党自己本身哦，很有可能。就可以单独过半，你看过半是233，就他现在已经过了这个基准线。那如果再加上日本维新呢，以及一些相关的联盟，他们预计可以上看到多少席？300席啊，总共465。所以我们原本以为他过半已经非常强，对不对？现在什么可能会超过2/3，超过2/3，那就真的完完全全执政了。对，照讲了一个重点，为什么2/3这么重要呢？因为可以修宪。对，第一个，他们修宪的门槛就是说我众议院、参议院都要过2/3，但是呢，如果不是修宪，比如说一般的法案，对，还有跟美国是不是他们要签关税协定，对，来以及贸易协定嘛，还有相关的条约，怎么样呢？今天参议院也是他们的上院可以驳回，但是你只要众议院，也就是现在高市在拼的这个过2/3，我跟你讲哦。见神杀神，见佛杀佛，也就是没有人挡得住他啦。你参议院挡也没有用啦。我高市要干嘛我就干嘛，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换言之，这个2/3是结构性的大变化，你想象得到的，包括未来的修宪，以及他们的条约，以及他们现在要经济的整改，以及半导体的产业，全部高市都可以把它做我们讲的大规模的改变。所以你看看他的画面，有没有看到整个人山人海？你就知道高市现在在国内的支持度，因为我们之前台湾选举的时候，也有这种最流行的什么那么大进场啊，然后大造势啊，然后每个人都要比说凯道我喊10万，你喊30万，就高市都不用，为什么？这个更激烈的吧？高市已经什么？你看他的手指，他的手指什么？因为击掌
他很热情，他去握每一个人的手，结果他秀出这张图，他连指关节都变形了，这个叫职业伤害哦，太可怕了吧？人气太旺也是会有伤害的哦，就像你长太帅了哈，你常会遇到有一些追求者有一些困扰，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等于说我手每一双支持者的手我都要去握到，但你也知道支持者哦，在疯的时候他是不跟你讲武德的，他会拉你，他就因为他看到你兴奋嘛，对，他就想要跟你靠近一点嘛，他就拉你的手。那有时候因为你运气不好，只拉到小指头，有些人拉到无名指，就像你看到这个状况，有没有看到高志的手伸出去有没有？然后他就那个人握到，然后你有看到，他是被扯出去的，对，然后你看到整个，而且你看拉一次还不够，往后，而且往往他不会握住你整个手掌，对，就是人一根一根一根的手指头。所以高士说吼，支持者太热情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最佩服他是什么？对，他被拉的时候，因为他有所谓的风湿性关节炎，你知道，他很痛哦。对，那个疼痛指数比骨折还痛哦。结果你看他表情有没有露出不开心的表情？还是笑的。对，他痛得要死，但是因为他知道人家爱他，他怎么忍的啊？对，他都忍住哦。但是我跟你讲，他收回去之后，他其实他有痛一下，对。但是他面对支持者，他都不露出来。对。所以他说，我都整个击掌跟握手到我的指关节都已经完全变形。而且有网友说什么？他说从医学教科书上说什么？这种程度就像你说的，比骨折愈合中还没有好哦，手腕被猛拉，甚至还会更糟。这种疼痛需要紧急就医。结果高士还笑得出来，对啊，他们说要素，他的心理已经超越了身体了，对，他的精神状况已经太强大了，超越常人。因为你知道看哦，我们刚才讲那个是拉一下很痛，他说拉一下，那你来照我问你哦，你觉得高士一整天，因为我刚才不是跟你讲说他在巡回演出嘛，对，他要被拉几下？100下要不要？200下要不要？他是一直被拉所以拉到他现在跟你讲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去辩论，因为我整个手腕跟手指头都太痛了。所以你看哦，你看。昨天我就参加自民党演讲会，高士会出席，赶快过去，希望见到他。人太多，旅游的这个我们讲的民户厅跟楼下的卫星会场了，都挤满人，连那饭店前的下游公园也挤满人，不是瞎掰。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概念吗？他的人气已经旺到说，不是这个主会场而已，对，会场外面的街都冲他来的，公园也塞满，那个叫做外溢效应，也就是整个都市全部都是我们讲的冲着高士早苗来，你就知道他现在人气有多旺。所以来，我们什么叫做万头钻洞？来，你看哦，这个。现场画面有没有看到？全部满满的哈，大家都在抖，因为日本流行是用一台车，所以它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是有那种大型的舞台，他们就一台我们讲车子放在那边，就全部人呢开始来排队，然后呢就是想要等他，想要看他，就只是为了要跟他接触一眼，甚至是连他最新的哈，他最近又出新商品了，其实开玩笑，那身上穿的这个羽绒衣，它是这个美国厂牌叫 LLB， 一件呢也是要大概我们讲的将近快要我们讲4万多块日币哦，打折大概3万块日币，换成台币呢大概6、7千块。结果没想到呢，也是因为它就是天气很冷，穿着这件出来，就你看到白色这一件，到现在又被抢空。所以你想想看啊，在日本的国内政局，因为政坛他们现在已经选举的时程非常快，已经到了最后的尾声。那不管你是说呢外面热情的造势造成的物理性伤害，或者是呢可能呢有对手也好，甚至来自境外势力的蠢蠢欲动，都已经让这一场选举进入到了白热化，甚至是呢肉搏战阶段。涂老师，如果照刚刚那一份民调这样看，我们上礼拜才讲。自民党可能会过半，现在是什么？超过了2/3。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修宪门槛，如果修宪门槛一达到，我们都知道高市早苗对外面对中国非常非常的强硬。修宪门槛过后，日本的捆绑所，包括无核3原则，包括自卫队，会不会成为直接把它直接拿掉？有军队了，这些让中国真的是压力山大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在这个首相官邸附近发生的这一起车祸，对，被认为是有可能会有暗杀的这个嫌疑。暗杀，对，那为什么呢？你知道安倍晋三在2022年的时候7月被暗杀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是选举参议员的时候。对，那参议员那时候其实自民党选的不错哦，自民党在参议员在那一年来讲的话是过了2/3哦。但是呢，隔年2023年的时候，岸田文雄也是被和歌山的这边的人呢，要在和歌山的时候准备要被刺杀，对，所以显然在这几年当中，的确日本首相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务，因为他们很有可能都被暗杀那现在就让大家觉得说在这个时间点，那高市早苗的这个那个人气指数一直飙高的情况之下，自民党有可能会过半，那这时候会不会有可能引起一些杀机但是这时候非常奇特的原因，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一部公务车呢，在这个永田町这个地方大家如果去过赤坂的话，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所谓的官邸的这个地方，或者是说一个政府机关所在地。那个地方来讲，时速基本上大概都是30左右而已，你不能开太快。
你不能开到40、50以上。他开到130呢，然后上面又载着2个高市早苗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深的幕僚官员，这个时候就让人家引起说，是不是引起这种杀机呢？把这一个所谓的高市早苗旁边的人做掉，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你们都要记得，在2024年的时候，当时萧美琴副总统还没有就职之前呢，到捷克访问的时候，也曾经引起了这个在捷克街头发生这个可能要制造一些车祸，对来做一些这个。结果这个背后就是中国啊，对，背后被抓到是中国记者，对。然后在日本来讲的话，你看那么多的非法移民，还有现在最近高市早苗的这个内阁当中，他们在处理一件事情，就是非法移民，把这个非法的中国移民或者是韩国移民的就把他赶出去。所以会不会引起这样的相关的动手脚或者是杀机，甚至于说可不可以有人潜入到这一个所谓的官邸当中去把这个车子动手脚，这都不知道。但是如果说今天高市早苗在2月8号的选举当中能够不止过半，而且可以执政联盟来讲的话，包含他跟这个维新会来讲话，总共可以拿到2/3以上哦，因为现在已经不是300席的概念而已哦，可能会到达310席哦。你把它套到那个比例代表制来讲的话，哇，那不得了的事情。因为现在自民党跟维新会来讲的话，的确不止可能过半而已，可能会高达310席。如果高达310席的话，就是可能会启动所谓的修宪的按钮了。那个按钮就是过2/3。对，那这刚好就是说，刚好安倍晋三也好，高市早苗也好，他们都要推动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或者是说他们要修宪。那这个事情来讲的话，美国会看在眼里。那如果按照目前来讲，中国真的是我们讲说帮倒忙，你知道吗？对，当然，其实中国可能是高市早苗最佳助选员。你说习近平又变什么习总加速师了？对，又来了。对，那本来这个日本政情来讲的话，陷入焦灼来讲，没办法修宪，你这一搞下去，结果你跟高市早苗民调指数那么高，你看现在所有的万头空巷啊，你知道万人空巷，因为什么呢？自民党从来没有找回那一种所谓的选举的热情啊！每一次选举当中有多少人在街头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获得多数的民众支持之后，又可以拿到修宪的门槛，然后接下来呢，参议院这边来讲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它的这个所谓的规定当中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霸王条款出现哦。那这时候呢，如果美国一点头，那这个时候，日本可能恢复到所谓的正常化国家的这个日期了，是指日可待。而且这个2/3，如果真的是有的话，那是不是无核3原则？之前不是吵很凶吗？是无核3原则，这是中国很怕。如果你现在核武器、核弹、核潜舰都进来，那中国就唰雷弹了。对，因为无核3原则本来高市早苗也是要修其中1项而已哦。但是问题是，现在有可能3项全部如果挟持着高名气来讲的话，说不定会过哦。而且呢，高市早苗他可能会变成一个表率，比他的老师安倍晋三还要更加厉害哦。对，形成说在自民党当中，可能不是只有过往的安倍派、麻生派了，他现在可能统整的整个自民党，未来可能会高市派，对，可能会变成高市派哦。那这个人走出一条他自己的道路了。玉峰哥，我们刚刚讲2月8号就是决定高市的一战，不过现在日本出大事了，你看到青森的这个大雪，真的是灾难性大雪。我刚看了一下，它的雪竟然高达183公分，比我们2个都还要高，甚至罕见什么？现在已经求助了陆上自卫队来，这个民众要除雪会除到死人的。对，这个极端气候让日本来讲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痛苦。现在包括他们的东北以及北陆疯狂的下大雪，这个大雪下到什么样的情况，你知道吗？它的积雪一度高达183公分。对，这个在青森跟新系的街头，全部都是一片白雪皑皑，而这种雪一直下，到最后你车子就抛锚了。那车子抛锚，你要出行的民众就非常的不方便。然后呢，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你的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铁路车厢解冻。你有想过吗？铁路的车厢竟然也会解冻，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你的公共运输也会影响，变成说你的私家车会抛锚，铁路也会影响，到最后你就是动弹不得。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紧急找了自卫队来帮忙除雪，为什么呢？因为除雪是有专业的。现在来说的话，日式的房子很多都是什么？都是木造建筑，那木造建筑再加上雪，你不要以为雪飘飘然的，雪是有重量的。对。所以你不小心可能会受伤，所以你要不要上去除雪，就是对店家跟对民众来讲非常大的一个选择了。你不上去，可能屋顶会下来；你上去，可能你自己会下来。到目前为止已经2个礼拜有18个人死亡了。
除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哦。你先看一下这个画面，这是什么画面？有一个男子大概80多岁，他后来邻居发现怎么找不到人，然后后来找到他的时候呢，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大家紧急帮他做 CPR。为什么呢？很有可能他们说你在这里看到没有？他倒卧的现场还有一个铲子，他可能这样挖挖挖，雪就下来了。对，等到大家发现他不见的时候呢，赶快帮他做 CPR， 已经来不及了。对，而这个状况是很有可能是窒息死亡，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然后呢，这个画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示意图。这个是日本他们独特的，叫做什么流雪沟？什么叫流雪沟？其实你就把它想成大的排水沟。对，如果我今天雪要排去哪里？排不掉啊！你车道的你推去马路上吗？马路上的推到你家门口吗？所以呢，他把这个类似灌溉的沟渠，把它拉一条线来之后呢，你只要把雪丢进去，对，雪就溶掉了。对，然后呢，雪就会被这些支流给冲走。那照道理说，这是一个 smart 的一个设计，然后上面都会有一些铁丝网做一个防呆，怕你掉下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雪太大了，然后呢就把那些铁架铁丝网给弄掉了，结果人就掉下去了。有人下去了，就被冲走了。然后呢，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可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这个河道的支流，所以它的就是这个画面，它的这个流速也是蛮快的。找到了之后，这2个男生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所以呢，你不要看这个雪是非常漂亮的，其实在屋顶上铲雪每个动作都很危险，因为这个雪你也没有支力点。你要去踩也不好踩，所以呢，现在对日本来讲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雪害。那无独有偶，日本有这个状况，纽约也是。对，纽约过去大家都觉得是大苹果，然后呢很繁华很漂亮，可是呢最近因为这个低地涡旋也太脏了吧？这个日本刚刚那个是的确很致命，但是纽约这街头这个雪。怎么回事？纽约是这个状况，纽约它的垃圾量是非常非常大，然后呢，它常常会有来不及清运。当你的垃圾再加上暴雪，然后卡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很恶心的状况。来吃垃圾里面都有老鼠，所以你在清雪的时候呢，老鼠会跳出来。然后它现在有2500名的工人是轮班去清雪，可是清不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人工是抵不了大自然的。你所谓的清雪，大部分是什么？你是一边清一边希望这个雪融化，雪融化之后会怎么样？流到地下道，然后就冲走了嘛。但是来不及，因为这个冷气团太冷了，所以呢，你的雪再怎么清，它最后结成冰。所以呢，你这些人就是2500个，要么去丢垃圾，要么去清雪。所以呢，到最后这个雪清不掉，因为要结成冰了，然后垃圾也没人丢，你就变成这个状况。然后纽约市长就说：“来哟，大家可以怎么样 ？Now you can have fun with your neighbors and get paid。来玩，跟你的邻居一起来清理，然后呢还可以得到钱。问题是这个钱是多少钱？时薪只有19.14美元。”折合台币大概600块，600块代表什么意思？你 Jack 的这个汉堡，一个汉堡加一个奶昔，所以有人去吗？没人去。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